我是多虑。那今天这部影片呢很不一样，除了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以这个方式来见面之外呢，同时我也要拍一部开箱的影片。那在前几个礼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官方公开的资讯，我已经正式成为官方的公开创作者啦，耶！辛苦了很久，终于成为了官方的一个认证的资格，是一个官方的公开创作者。那同时呢，我也会接收到官方的一些最新的资讯跟卡片、卡包的分享，来去跟大家来开箱介绍咯。所以这部影片要来处理的就是官方在上个礼拜寄过来的神秘包裹，我们今天要来做开箱。那同时呢，我也会邀请一个神秘的特别来宾，在最后的时候跟我们来聊聊江别人对卡牌的一些想法、心得以及他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一箱啦。那上面呢有堂堂丁丁在搬货物，还有在推着货物的一个画面哦，真的无疑就是一个官方寄过来的包裹，从韩国寄过来了。那其实我已经给它打开了啦，那里面的内容物呢我也知道了，东西真的蛮多的，而且也蛮有分量的哦，所以我会分2部影片来去做这个开箱影片的一个拍摄哦。我先来介绍一下里面的第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3盒玉组啦，总共有红色、黄色跟绿色的玉组。那这3盒呢，都是在今年的大概上个月哦，上个月出的。那这3套牌非常适合拿来入门，不管是红色火精灵为主的，还是黄色千年古树为主的，还是我们绿色封建手为主的，这里面的内容物呢非常多，而且非常丰富，直接就能够拿去比赛的一个套牌，里面就有60张啊，非常完整的一个套牌。好，我先把桌面整理一下，我们来正式来介绍一下我们玉组。无论你是我们江别人对战卡牌的新玩家，或者是你才回国的玩家，这3套牌呢都非常的有强度。那除了这个开箱影片呢，我也非常建议非常推荐，如果真的想要玩这个游戏的玩家们，也可以去看我之前所做的玉组介绍，或者是游戏规则介绍的影片我也有做 podcast， 或者是我做一个非常简易版的一个图文说明来让大家能够快速的上手。所以你是新手饼干玩家们，千万不要错过啦！想要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的话，欢迎点击说明栏来搭配服用因为规则介绍也是蛮重要的。好，那等一下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红色，那再来介绍我们黄色跟绿色的一个牌组内容物吧。Let's go！ 好，我们现在介绍红色的牌组。那红色牌组的特色呢是增加攻击力，给每回合对手很大的压力。它透过自己的血量把它拔除之后呢，可以在每回合增加攻击，或者是丢弃手牌来增加攻击。所以红色的玩法非常的直觉就是不断攻击就对了，直到对手没有招架之力，然后让你获得胜利所以红色的玩法也非常适合那个新手玩家来去使用好，我们就来开箱这个吧。那里面的牌呢，我们打开，会有一个盒子。上面是写的 Cookie Run 的官网以及它的一个教学的影片都会在上面。那这个网站呢是官方设计的，就是可以跟 AI 来去做一个练习，一个小关卡的一个闯关的一个游戏啦。好，那里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火精灵饼干啦，它这个是闪亮亮的一个特卡的一个样子非常好看。我们把它打开来我们首先来介绍，每一盒里面一定有一张的特点卡。那特点卡呢，都会用这个包装的形式把它包装起来。这是一个红色的白桃饼干真的是蛮可爱的。你看它的那个闪亮亮的，就是它有做一个特殊的卡面的设计。好，我们这个就先给它放旁边。再来呢，里面会有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官方的一个游戏说明书这是规则说明书。那这个呢，它是英文版的，但没关系多利有帮你想到了，就是有做中文版，不管是你用听的或者是用看的。我都有做新手的说明所以非常快速能够学习这款游戏的介绍。那这个也放旁边，这个目前用不到。再呢，里面是一个牌垫这是纸做的牌垫。那官方这一次的设计还不错，它有正反2面，可以看到这个是一面，那这是另外一面，就是火精灵饼干为主的。那上面呢就会有一个说明包含说卡片该怎么放置，还有回合阶段都会有一个清楚的说明，让大家能够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游戏所以还蛮贴心的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主轴啦我们主轴当然是这60张一副的牌啦这个一副牌呢就能够直接参加比赛所以里面呢就是一个完整的官方帮你配套好的一个饼干的配方。
好啦，里面就有60张的卡片哦。那每张卡片呢，它都有不同的功能哦。像这张红色的火精灵，可以看到总共放了2张哦，非常的闪亮啊。这个是火精灵，是跑跑姜饼人里面的一个角色哦。像这张饼干的，它就会有一个每回合能够使用1个能量来去做攻击的，可以选择对手给饼干造成1点伤害，好，1个能量就能够造成1点伤害，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哦。那它攻击呢，这边会有写2个红色的能量，然后造成1点伤害。然后呢，攻击还没完哦，还能够再选择，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饼干的血量哦，把它放到700去之后呢，造成2点的伤害哦，所以它的攻击是1加2，总共3点，再搭配技能哦，就是再有1点，总共4点的伤害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哦。所以像是这样的3等饼干哦，一定要抽到手上哦，才会造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伤害哦。那如果没有抽到这张火晶饼干呢，也没关系。我们下一张就是我们的火龙果龙珠饼干，这是一张非常强大的饼干哦，它有做过好几个版本，但是在这个预组的版本当中也非常的强哦，也非常强哦。它是一个2等的一个饼干，4根血量，它的技能呢是能够丢弃1张手牌，然后它的攻击伤害能够加1点，它就是3个能量打4点的伤害，然后还没完哦，它还能够再支付1个能量。然后再选择最多1个对手饼干，造成1点伤害，也就是能够打到3加1哦，总共4点哦，或者是你有给它加攻击力，就是4加1，总共5点的伤害啊。单单1张2等饼干就能够造成一个5点的伤害，非常恐怖，非常恐怖。所以红色的一个玩法呢，就非常的直觉啦。透过这2张卡片的介绍，你就能够知道，它就是每回合不断的输出哦，不断的攻击，来去造成很多的伤害的一个玩法。再来呢，官方里面会有放总共16张的 Flipper， 因为我们 Flipper 最多是放16张，但这次它的设置不一样，它有一种的 Flipper 是这种闪亮亮的卡面，哦，是非常闪亮哦，这个是目前这个预组才会有的这个设计哦。那像这种 Flipper 啊，以前的诟病就是说它的登场，比如说你抽到手上，你不会想要把它出去哦，因为它的攻击力低，血量也不好。但是新手预组不用再担心这个事情了。现在大家抢着要这些预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攻击好，体质也优秀。像这张饼干就能够2个能量造成2点伤害。以前的话呢，这种 Flipper 饼干都只能1点哦，造成1点伤害而已。它这个竟然能够2打2啊，哦，非常的强。那像是后面还有介绍的，像这个2等4血的一个体质哦，这个非常优秀，3打3，这个已经超出了以前可能就是2等2血。2打2而已，就算是你抽到 Flipper 在手上，你也不会想要出去当做是一个攻击的一个饼干。所以像现在，你连 Flipper 饼干也敢放在场上来进行攻击了哦。还有一个这个牌组的一个特色哦，如果你有玩跑跑姜饼人的话，一定会非常有感触的。它里面有设计一个这个烈焰虎饼干，那叫烈焰虎吗？我不确定，忘记了。烈焰虎饼干它是火精灵饼干的专宠啊，它专宠竟然出到我们的姜饼人端卡牌里面了，所以像是这样的专宠呢，它都是来搭配它的饼干来去做联动的。像是这张烈焰虎饼干呢，它就有每回合1次的技能，能够选择一个火精灵饼干哦，它只能选择它的主人哦，火精灵饼干帮它加1点血量，攻击是2打2，所以你就能够大概能够看到这个机制哦。火精灵饼干透过拔除自己的血量来去造成2点的伤害，我的烈焰虎饼干呢就能够马上帮它加血哦，这2个在场上呢就能够造成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联动哦，基础的一个联动。接下来呢就会像是道具卡，然后陷阱卡，还有场景卡。那你可能会说，我们的这个同一个编号卡片不是能够放4张吗？怎么它只有给我2张啊？像是这个主要的闪亮亮的卡片也是只有2张而已。那当然，官方的配方呢，它可能会想要你就是使用各种不同的卡片的类型跟卡片的效果，来去快速的去理解这些牌组怎么样联动怎么样去游玩。但是呢，如果你想要特别把一个牌组玩到非常的纯熟，或者是变得非常的强的话呢，多这边也会建议说，同一个牌组的话呢，你可以买到2套。那最后就来介绍一下我刚放旁边的特点卡，白糖饼干这张闪亮亮的卡片它这个目前只有放到1张而已，每个牌组就只有放到1张，所以说如果你要凑满4张的话呢，你就要买到4套的预组哦。它的攻击是2等4血，然后3打3是一个标准体质。那它的技能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效果，就是在这个回合当中
如果你的饼干卡这张饼干卡的血量有减少过，就能够选择一个对手饼干造成一点的伤害啊。所以这张卡片它势必一定要搭配到其他的场地卡或者是道具卡或者是其他饼干技能效果，才能够去造成更多的攻击哦。好，总结来说，我们主要的一个红色的牌组当中呢，有非常多有特色的一些饼干技能，那它主要是围绕着攻击。所以如果新手玩家，我会推荐如果你想要使用我们的牌组的话呢，推荐你可以买红色牌组，因为红色牌组非常的直觉，非常直观，只要负责攻击就好了。它所有的卡片设计都是围绕着攻击的体系来去做运作的。再来呢，我们就来开箱一下黄色的牌组。那同样上面呢就会有一张特卡，黄色的特卡呢是这张柠檬饼干如果你有玩跑将的话，你就能够知道说这个柠檬饼干非常重要啊。所有的这种比较高难度的挑战都一定要用柠檬饼干这个角色才能够跑出最高成绩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里面的卡片总共有哪些吗？我大概就比较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想要详细看你的那个详细卡片的介绍呢，我在我自己制作了牌组编辑器有翻译成中文因为有些玩家可能会很担心，我遇到蛮多饼干玩家都很担心说，哇，这个卡片都是英文的。我完全不会玩，那也不知道去哪边找管道，所以我自己的牌组编辑器里面呢，也有针对每一张卡片，英文的卡片呢，都有做了一些翻译也欢迎大家能够去看。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主要的一个攻击手是一个千年古树饼干这张饼干它穿着不同的一个服装这个不知道我记得在泡泡奖品当中好像还没有实体化，它这个穿着好像没有，搭配着这个闪亮亮的这个边框哇，真的是。好好看但我现在仔细看这个千年古树饼干它真的蛮黑的它是一个好黑的饼干对，我现在才发现了。好，那这一张呢，为什么黄色玩家一定要买这个玉组呢？原因就是在于说这张千年古树饼干真的太强了你可以看到它是3等5血，它的技能呢是丢弃一个手牌能够选择一个饼干，它如果是4点血量以下的话呢，就能够加1点血量，这个非常好用你只要是4点以下的话呢，就能够补充1血。那无论是在现在的第9弹跟之后要出的第10弹，如果第10弹你有看我前几部影片的话，你就能够知道它是加血流的体系，所以这张千年古树饼干它也能够去加血，能够去符合那个加血体系的一个运作所以这个千年古树饼干非常好用，在第9弹、第10弹也可能会有用处所以黄色呢，这个套牌呢，里面的所有的套牌呢，都是围绕着这个千年古树饼干来去做设计的你可以看到下一张卡片，这个妖精王饼干，妖精王饼干也蛮黑的它这个黄色是不是都是比较黑的饼干好像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好，那妖精王饼干呢，它是2等4血，它有一个登场的技能如果我有一个3等的千年古树饼干在我的战斗区或者是我的弃牌区的话，或者我的资源我休息区的话呢，我能够选择一个黄色的类万饼干呢，从我们自己的休息区把它移到我们的弃牌区，就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快速的被结束游戏所以你可以看到黄色就是这2张，它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体系，一个是加血让我们的饼干的续战力更持久一个就是能够去操弄我们的休息区，让我们有的游戏对局呢就不会那么快结束游戏。所以黄色牌组呢就非常适合你，如果是想的比较慢的，或者是你想要打的比较稳健一点点的一个玩家，非常推荐你可以去使用这个黄色套牌最后来介绍绿色的套牌，一样，首先来看一下第1张的特点卡会是什么呢？丛林战士饼干丛林战士饼干它这张卡片呢，我自己是觉得说还不错，我自己使用起来还不错，因为我是擅长绿色的玩家，所以大概绿色的牌组玉组的一个牌我大概都有测过了，像是这张丛林战士饼干，我自己觉得蛮有发展空间的是2等4血，它的技能呢是每回合能够启动1次，如果在这个回合我有使用过道具卡，而且这个饼干的血量是4点以下的话呢，它就能够再补充1点血量所以它每回合都能够去补血，如果你有搭配得到的话，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有怎样的卡片吧。OK， 我刚忘了介绍我们的弓箭手饼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把它放大一点近一点来看，它这个纹理还不错，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卡片的设计整个都还蛮好看的。如果你是弓箭手饼干的爱粉，知道怎么做的吧？给它收藏起来这个我们有3张的弓箭手，
然后这个另外的一个白糖天鹅饼干哦，这个非常好看，虽然说它能力不怎么样啦，但是也非常好看。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苏打冰沙饼干，我一直很怀疑这个苏打冰沙，它是一只鸟吗？还是怎么样？它怎么没有身体啊？好，那绿色的一个套牌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封建手的一个效果来去做设计的。绿色非常着重在道具的使用的时机，然后加上呢这个一些效果的搭配、技能搭配跟道具卡的使用，像是里面会有一些很好用的道具卡，我就来介绍一张好了。这个是如果我场上有封建手饼干在场上的话呢，我就能够去从牌库顶将一张牌放到我的资源区。就能够加速我的费用的累积。我如果每个回合能够比对手更快速来去累积费用，我就能够造成更多的伤害跟更多的 combo。所以这是绿色玩家很适合的一个玩法，就是囤积费用，前期累积费用，那到后期呢就一次的来去爆发。好啦，以上就是这3套牌都有不同的一个玩法跟设计。红色偏进攻，黄色呢是稳定的打法，稳健的打法。绿色呢是在前期累积费用，到后期呢直接的一套的输出，每个颜色呢都有不同的特色，就看你想要玩哪一种的颜色的玩法咯。好，介绍完这3套玉组之后呢，我要开始来解决我自己内心中这几个月来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到底新玉组有比旧玉组还要强吗？我们知道说在第2年的时候，官方出了这个新的玉组，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5色的玉组，那新玉组的这些卡片呢，真的有比想象中的还要强吗？为了解决这个疑惑，我今天特别邀请一个特别的来宾，饼干玩家来一起跟我解决这个问题。他是我在中部的时候呢，很常一个练习的一个对象。我们欢迎盖子饼干。嗨，大家好，我是盖子。OK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出镜，然后也是第一次邀请其他人来我的频道来去谈谈姜饼人的一些想法。那因为我跟你常常在卡牌店练习嘛，对，所以我大概知道你的一个玩家的一个风格跟玩的卡牌，但可能观众不知道，所以我想要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大概玩什么样颜色的牌组的玩家呢？其实我玩很多颜色，就是一开始我是玩那个混色，然后绿轴的，然后后来在大赛的时候，其实黄色、蓝色、红色这些都有打过。那最近其实比较主要是玩黄色跟蓝色为主。但谈到玉组的话，其实新的紫色玉组上线之后，我会想要组一个就是以月光魔法师为主题的牌组这样子。所以还没有开始有玉组的一个上市，你就再开始在研究牌组了。对。OK。那你说你现在都是在研究黄色吗？主要是玩黄色的玉的牌组。对，像上次的2次大赛我都是玩黄色为主。那进到9单环境之后，我目前是玩蓝色这样。那目前的话，我们这个3套玉组当中啊，你自己有比较喜欢哪一套玉组吗？如果是讲强度的话，一定是红色，红色是最强。但如果要讲喜欢，我一定选黄色，毕竟我就是黄色玩家嘛，对吧？而且就是前2次大赛，我都是用有加入黄色的玉组的牌组，然后拿到就是2次16强，OK， 然后都是差一点进8强这样子。OK，所以里面会用什么样的料？可以比较是推荐给新手玩家一定要放的料呢？如果像是黄色的话，我们以比较传统的路线，可能就是会加入一些可能2到4张的新的古树来去强化稳定性。然后新的古树，然后因为为什么要放新的古树，就是这个妖精王是一定会放到的。对，这样的话，它会让我们在6到7弹的时候比较趋于1、3轴的黄色牌组，让它回到就是更以前1、2、3这种循序渐进的套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放的。OK， 然后其他的话，像是这个新的 Flip 啦，因为它体质太好了，所以一定也是会放的。阻挡者的话，也是可以多投入一点去迷惑对手这样子。OK， 然后再来的话，我主要会是比较推荐这张陷阱。陷阱的话，它可以就是前期是就减1嘛，但到后期的话，它可以用1费减到2点的伤害，这样子是比较划算的。是，对。那其他的话就是可能个人玩家比较习惯去选配这样。所以大部分呢，盖子给我们推荐的就是像这个闪亮这样的卡片呢，这几张都是一定要放的。那像是其他的一些陷阱卡、道具卡呢，就是选配。所以这个是黄色玩家的见解啊。对。OK。
好，那就要一个灵魂拷问了，就是我们这个新的玉组推出来哈，你自己认为它有比旧的玉组还要来得强吗？就毕竟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对吧？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就是新的玉组它的卡片的组成，那就是有这个 SR 的饼干嘛，然后还有就是新的 Flip， 好，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为传奇饼干配的这个宠物，然后还会有阻挡者，好，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这些1、2、3等，他们是攻击费用是彩色的饼干。那其实讲这么多，我会发现他们这些饼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光体质上面就是一个优秀的体质，所以我觉得光这点就赢过旧的玉组蛮多的，对吧？所以其实游玩起来会比旧玉组稳定很多。OK， 所以你的结论是你认为新玉组会比旧玉组还要来得强？对，我觉得新玉组是比旧玉组整体的强度还要高一点的。OK，那我想既然盖子这样的理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好了。好，我们来测试一下，看到底新的玉组是不是真的比旧玉组还要来得强。那我们的测试环节呢，我设定一个规则好了，就是我们新玉组就是只能用新的这个张 PR 卡，再加上这60张的卡片，那你可以随便挑一张来去取。如果你要放这一张的话，你就随便挑一张来取代它。那我旧玉组，因为可能大家预设来说都会比较弱一些，那旧玉组它可以使用的是2套玉组随便搭混在一起，这样的话我的陷阱卡跟我的强力的饼干卡就会凑满4张，会让它变得比较强一些。可以，我们看这样的搭配是不是真能够赢过我们的新的玉组？好不好？好，我们就来测试咯。好 ，OK，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测试啦。然后我这里面也有放那个就是国际版会有的那个特点卡，我有放。OK。那因为我是2套玉组的关系，所以我被允许可以放2张。好，都放了。好，再猜拳吧。好，那剪刀石头布。那先攻。OK。6张。哎呦，这什么手牌啊？好 ，OK， 好，来，请落指甲。哇，竟然放这张风车。好。下场地。哦，今天有场地了。好，换你。好，推，抽2，打1，抽1，换你。抽2。弓箭手。OK， 很麻烦呐，弓箭手。然后2费，用这个道具，场上有弓箭手，可以从牌库里挑一张本质状态的，然后发动弓箭手效果。如果是手牌5张或更少的话，然后有发动道具，这样抽1张。好强的 combo， 好。好，那回合结束，换你。好 ，OK， 哇，难缠，抽2，下一张，换你。哦，主攻击，抽2，下一张，打3。圣光屏障。没错，没错。好。1、2，互补。要追吗？可是如果圣光的话就会无效吧？好像没招了。换你。好，推，抽2，那就当然是没错，是律师。律师。下来。不想看到啊。这个。好。很强哦，有3血哦。好。OK， 换你。可以哦。抽2，下一张，再发动这个，哇，再挑一张，哇，然后后续的话不做。OK， 有发动过道具了，所以可以横置它，然后点1，点1，哎，对，它点1，然后然后再
付一费，嗯让封建手加一血。 ，OK，吸血的封电手，这在好，然后封建手效果，手牌是5张，所以我可以再抽1。好，换你。 OK，抽2，下一张，药草饼干，好，攻击4点，打4，好，蛮针对1等的来了。哦，抽1。好，攻击的效果，你饼干有晕倒，所以我可以从牌库将最后一张疲劳状态放置到资源区。好，有要登场饼干吗？没有。换你，抽2。下一张，这里打3。打3可以再追哦。鲜奶油怎么办？好，然后丢掉一个资源区的牌，好，当做成本。这里 OK， 减3。那再支付2费，再追2。换你。 OK， 抽2，下一张。这里药草饼干4个能量，我选一下。打4，哇，有点痛。哦，直接吃了。 1、2、3、4。哦 OK， 补血。补血的话，补1。好想要追伤哦。那没办法，换你。好，留费用的话，这样子，抽2。下一张，再打3。圣光屏障。哦， 1、2，那就不追伤，好，用耳环。如果这边有 OK 封建手的话，各点1。补血没有，哇，然后再下一个风车。好，那风车效果有发动过道具，所以横置点1。然后1费让封建手加1血。好难缠哦，这个好强。哦，草莓台币又是大只的。好，那结束换你。好，抽2，下一张，打3。这张回手， OK， 这是新的 flip 效果。好。OK， 勇士饼干好，打1。再补血。弃掉刚回手的。换你。好，抽2。下一张，啊，再打3。减3，好，又减，一定要的。减3 ，OK， 后续那就再追2。 1、2，抽1。1费，用斗篷这边5张以上的话， OK 可以选一个3血以下的加1血，好，然后再一张斗篷，3血以下，所以可以再加1血。那用风车效果，发动过道具，所以横置点1，然后支付1费让封建手再加1血，还有变5血了。好，那结束换你。好，抽2，一张，
1，然后如果这边资源区5张以上的话再减1，所以总共减2。哇，打不赢哎，这个牌。对，手术。哦，来了，换你。抽2，打3。圣光。哦，又有2。那我要支付2费，对隔壁的勇士饼干2点。1、2，没错，他可以选。好，公车2点打2。好，不下。那换你，手牌几张？手牌6张。好 ，OK。抽2。黑莓。哦，这个也是老朋友了。对，老朋友，我以前就是靠这个出道。打2。效果。真实。哦，收上来，然后再收。对。打1。效果。丢掉一个资源牌，点1点。好，抽1。吓死我！我这还活着，差一点还活着。对。压下了吗？不下。继续。好，下来。被逃走了。逃走。哇，我的牌。换你。抽2。下3。公车打2。草笛。好。OK。那草笛效果，那战斗区有饼干晕倒，可以一张牌皮疗状态放到资源区。好。哦，他们可以变。是的。这个动物。OK。打1。1。好，换你。哦，这个留很多能量。抽2。下一张。打3。打他哦。好。OK， 那这边不下。效果。给他降。好。抽1。给他降。久等了。久等了。打3。打3。好。好，那他的回收这张 OK， 再跳一张下来。丛林战士。哇，来了，同战士。你有 PR， 我也有 PR。对，我效果。点1。好。换你。抽2。下一张打田大将3。好。哇，这后面。补血，补血。补血。切1张，5、1。好。不行，那这边不能冲动，换你。哦，很保守呀，这个打法。抽2。1张。打3。补到了。3。效果。点1。好。这样的话是8等。这个。
5点血量。没错，就是刚提到有体质非常好的饼干，对，可以来做辅助。效果，说这个哦，抽1，效果丢1张，加1攻，哦，打4，打4，2、3，回手，4，那再补1，换你。抽2，感觉有料哦。哦，有料哦。下一费。那1费，让对手的资源区的一张牌转成疲劳状态。哦，我是大麻叶。大麻叶。没有大麻叶。玉主没有大麻叶。然后因为我这边没有封建手，所以后续效果不能做。好，被封锁了，这样就万无一失了。陷阱卡。好，那这边打3，那我就只能靠补血了。好，3点，1，最后一张有吗？2，抽牌，哇，那就没有了。好。好，刚刚对战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有来有往整个我觉得我好像有机会能够赢。对，其实因为到后面的话，我刚好陷阱其实比较少发动到，而且就是刚刚看起来等级虽然有点悬殊，但是后面还是有慢慢的追上来，就是靠2至3等的旧的饼干去战场的话。对，而且其实你的大饼干只有抽到1张封建手，那我其实抽到蛮多张的。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体质的差异，其实好像也不输新的玉主这样子。而且我可以看到尾盘，我比较注意到的事情是尾盘我们的能量。对，像我这边的话，因为其实前期有用到2次就是跳飞的那个道具，对吧？虽然如果是在其他构筑的话会比较不好用，但是如果是在玉组的话，就是用来当一个帮助我快速成长能量的话，其实是还蛮不错的效果。对。那另外我也有注意到的事情是，其实你刚刚中途有做好几次的，就是道具跟饼干的技能的联动。对啊，像是这个。封测的话其实就很好，它可以让我有稳定的效果伤害，还可以帮封建手补血。对，就我的封建手其实存活了很多回合，对吧？然后封建手就是帮我抽牌这样子。对。那丛林战士其实比较可惜，就是我刚刚手上的道具是没有办法发动，因为它是场上有封建手这样子。没错，对啊，没错。所以刚刚真的是一个很华丽的输出整个的操作比旧的玉主的操作还要来得多，所以使用到的技巧就会变得非常的多，对，而且也一定有强度。对，我觉得这样玉主的话，就是道具跟饼干联动蛮重要的。对，刚刚的展示，其实我觉得我这边也有展现出旧的体系的一个实力，就是他用丢弃资源区的牌来造成更多的伤害，或者是增加攻击力，像这张甜辣酱饼干。那盖子这边就有使用到它的道具跟饼干技能的跳飞效果，或者是它能够去增加血量的效果，都有去使用到。但最后旧的玉主还是差了一些些，对，惜败真的是惜败，对，所以我觉得新的玉主，如果你有对绿色有兴趣的玩家，真的可以尝试看看真的有蛮多很有趣的搭配跟 combo 可以来试看看。如果放满4张封建手，甚至是如果有能力的话，收到旧的封建手去放进去，或是9弹其实也有绿色的封建手啊，这样放进去的话，一定会让就是新的体系做得更稳定，这样子。OK， 好啊，那今天非常感谢盖子来到我这边来去跟我 feature 这部影片。好，那下次如果有机会呢，也再邀请你一起来拍一些其他，不管是开箱或是对战的影片。好，没问题。OK，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今天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咯，大家拜拜，谢谢大家。